今天周六怎么这么早起？怎么了？科技城投资案立项了，合伙人约了饭局。后面出现了些转机。某人这话听起来，就像每天翘首企盼我回家的女主人。胡言乱语。我回来了。灯坏了。我们明天去法国。你是说我昨晚喝多了，买了2张法国的机票？不必了。目的和意外，这2者都有。这次的案子费时费心，饭桌上气氛热络，都想着现在的进展值得庆祝。再加上某人让我喝得尽兴，
没有怪你，也不是推脱责任，的确是我的问题。只不过你的话我确实听了进去，也放在了心上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？总之，这是意外的开始。昨晚去饭局的路上，我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是我母亲在法国的学生发来的。他在打理我母亲法国的房子时，在柜子后面发现了一份机密文件。考虑到是他的遗物，对方问我是本人去取还是邮寄。不完全是。你前几天说这周就要完成一档节目的拍摄，之后想找个地方休息一段时间，法国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的确不是，我原本是想回来问你接下来的时间安排，没想到虽然措辞有些偏差，但和事实没有太大出入。如果你这周末有其他安排，我可以把机票退掉。那就先勉强为了法国起床吧。毕竟这件事确实是我的失误，也自然会补偿某个笨蛋。以前来怎么没听你说这里是浪漫的味道？这么说，我的无心之举反倒促成了某人的浪漫？这种话你比谁都记得清楚。花瓶应该放在床边，厨房可以接水。笨蛋的成长难得飞速，上次来还紧张的手足无措，这次连问候都提前想好了。邮件里说会放在茶几上。我倒是没想到会是这个。可以给你看，所以收回这副如狼似虎的表情。
自己看就可以，没必要每个字都念出来。的确，你口中的某人小时候也是扑克脸，但总比从小就是笨蛋要好一些。难得被你说对了一回，记忆里除了他，的确没人用可爱来形容我。这件事我有印象，当时他恰巧想去看这场音乐会，我就参加了。没你说的那么夸张，就算是成功的企业家，小时候也会不小心踢倒某人的沙堡，坐不定赔罪。看来某人的马屁业务扩展到小时候的我了。谁说我要拒绝的？我只是想说，好好补偿的计划我原本放在了明天，现在看来似乎不必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去感受某人口中这座城市的浪漫味道吧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穿上你带来的裙子吧。把浑身玩得脏兮兮之前，先和我去个地方。我原本以为对某人来说，在漂亮的海边做美甲和散心足够浪漫，也足够补偿他原本的周末计划。看来是我会错意了。
毕竟有个笨蛋当时的表情太过得意，满脸都写着终于让我抓到你犯错了。这个问题我早在出发前就回答过你了，因为我把你的话听进去了，也放在了心上。某人傻愣着的意思是要拒绝这份补偿。这究竟是你所谓的补偿方式，还是惩罚？虽然这番话有为你的鲁莽行为开脱的嫌疑，但不得不承认，我很受用。所以就这么喜欢下去吧，让我在你眼中一直这样可爱。